在京都的繁华街角一家酒肆之内，小伙计施道生正忙里忙外的为客人们端酒送菜。施道生呢，岁数不大，15、16岁的模样面庞清秀，尚存稚气，但眼神当中呢，却透露出一股坚韧。此时正值寒冬，这酒肆之内却人声鼎沸，暖意融融。夜幕降临呢，几位客人有说有笑的走入酒肆之内。很快，这几位的说话声呢，就引起了道生的注意。听口音，道生很熟悉，那是自己童年时记忆中承德的口音。于是呢，道生走上前，用了一口流利的承德话跟他们打声招呼，请他们落座。在这个地方听到家乡话，让客人们立刻对眼前这位伙计多了几分兴趣，亲切地问道：“小兄弟，你也是咱们承德人呐？”道生摇了摇头，笑着解释道：“那倒没有我来自江南，只是小时候在承德这个地方长大，所以能说上几句承德方言。”“哦，小兄弟贵姓啊？”“我姓施。”一听这话，客人们顷刻间安静了下来，互相看了看对方，仿佛眼前的这个小伙计触动了众人的心弦。客人中有人就站了起来：“小兄弟我们县邑曾经也有位姓施的父母官，不知是你什么人呢？”道生眼泪是扑簌簌的落了下来，哽咽的说不出话。客人们见状不再多问，对他说道：“今晚二更脚店打烊之后呢，你到某胡同来找我们，千万别忘了。”道生是满口答应。到了晚上收店打烊之后呢，道生出了店门没多远呢，只见几位衣冠整洁的人在路旁等候。见道生过来呢，赶忙上前问道：“先生可是承德的施公子？”“正是。”于是几个人呢扶道生上了马车。不久呢，这马车在一处宅院的门前停了下来。见道生下车呢，众人是纷纷走上前向他问候。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呢，道生进了大门只见里面是张灯结彩，灯火辉煌，好像正在筹办重大的节日一般。紧接着10多个衣冠楚楚之人呢走上前来，搀扶着道生走进大堂，安坐在正位，然后大家伙一起对他叩拜。其中有一位呢代表众人致辞：“我们寻访公子多年，让公子流落此地，是我等的罪过。幸喜仙公有灵，让我们进都寻访，今日果然相见，此乃天意呀！”此时的施道生是一头雾水，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对他如此的恭敬？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一段往事呢？施道生的父亲人称施公，曾是奉天承德县的县令。这一年恰逢承德县遭遇大旱，夏无麦，秋无禾，颗粒无收，家家户户的粮仓是空空如也百姓也只能是四处逃荒乞食，情形惨不忍睹，10家9空，满目苍凉。恰逢皇帝大寿之际，宰相和京都的各部大员都不愿因为一个小县城的灾情呢而劳烦圣上焦虑，所以呢都压着灾情不报。眼看着地方上的百姓是挨饿，施公急的是如热锅上的蚂蚁，3次上报灾情，希望朝廷能批准开启长平仓。长平仓呢是古代朝廷为了防止饥荒和调节粮食市场而专门设立的官方粮仓。在丰收年份负责收购和储存粮食，一遇到自然灾害或者是粮食短缺的时候呢，就能够立即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稳定粮价。但是呢，这施公的3次请求，次次都遭到了驳回。眼见百姓要活活饿死，这施公干脆决定将长平仓全部打开，赈济灾民。有人就劝他不要这么做，施公呢只是淡淡一笑：“我私自开仓放粮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查抄我的财产，将我抓去坐牢，追缴罚款。若是赔偿不起呢，死的也只有我一个人。作为一县之主，我怎么能为了保全一人之身而罔顾数万百姓的生死呢？”而随着施公的一声令下，长平仓的大门敞开，施公指挥着手下是发放粮食，百姓们一窝蜂的涌向粮仓。那一刻
有了渡过难关的救命粮，绝望中的百姓才重新的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施公见到这一幕，心中虽然宽慰，却也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很可能是一场疾风骤雨般的惩罚。施公并没有隐瞒，主动向上级汇报，自我弹劾。上级官员是怒不可遏，立即上奏参劾施公。最后呢，施公因为侵蚀公粮而被判死刑，在狱中病逝。当时施公的夫人呢已经离世，儿子施道胜是年龄尚小，流落在辽沈一带。后来呢，在京都的一家酒肆之内当了伙计。由于施公去世时呢，道胜年龄尚小，只有7、8岁，又在外面流浪和漂泊多年，今天突然受到如此多有地位身份之人的礼遇，实在是出乎意料一时之间是手足无措，不知说什么是好。客人们于是呢向他转述了当年施公开放仓粟的过程。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当年呢因为吃了赈灾粮才活了下来的。近年来年年丰收，本想找机会报答施公的大恩，岂知他已在狱中去世。又听说施公子流落在辽沈一带，我们分别派出了几十人到处查访，也没有踪迹。昨天义庙主持梦见施公到任，并指示了公子的所在，所以我们才来到京都寻访。接着就为施道生沐浴更衣，安排他住下。第二天开始酒宴呢，轮番的向道生祝酒庆贺。在众人当中有位都御史，这可是堂堂的3品大员。他对众人说：“我们全家8口人没有房屋地产，突然遭遇大荒之年，若不是先公就无法活命。前几年家父辞世时握着我的手说，施公为了拯救百姓，身遭其祸，一家兴散。你今天侥幸考取了功名，如不能替我报答施公的大恩，就不是我的儿子。说来惭愧我受家父之命到今天已经几年了，时时都挂在心上，只恨找不到机会。今天有幸见到公子，公子仪表伟俊，日后必能显达，继承先公未竟之志。我诚请公子回承德，施公子功名之事呢，就让我一个人负责吧。”大伙一听呢，好主意，就将公子护送到了承德。之前施公去世时呢，家人草草并殓之后，将棺木呢搁置在一座古庙里。后来承德的地方百姓呢，为施公找了墓地安葬，又修了施公祠。而施公子到达承德那一天呢，恰巧遇上祠堂竣工落成，百姓们也都觉得惊奇。大家就将施公子安顿在祠堂里，有一位老者负责他的衣食日用，又聘请名师呢教他读书和修养。不过由于施道生早已过了学习的年龄，读起书来呢还是比较吃力。读了几年，虽然能粗通文章的义理，但对科考诗文呢还是一窍不通。都御史听说之后呢，便将他招入京都，安排他在方略馆当贡士。又为他娶了名门世家之女呢做妻子，不断的为他在公卿显贵之中推荐。后来呢，施道生在都御史的协助之下当了官，不久就随军到了湖南，通过自己的发奋自立，几年之后呢，当上了太守，又被举荐担任观察使，最后呢，年老辞官归里，回到承德养老。这个故事呢，出自清朝人汪道鼎编著的因果故事集《坐花治国》。其中所收录的故事呢，都是出自于真人真事。作者说，当官的如果为了百姓连自己的命都豁得出去，那绝对是称职的父母官了。只可惜最后是孤苦伶仃的死在监狱，连尸首都无人认领，被丢弃在破庙里，子女呢也沦为了佣人。如果做好事要付出如此的代价，这天下还有谁要做好事呢？不过这故事的结局呢，还是出人意料。官员去世之后竟然在阴间转职成了城隍爷。百姓为了感谢施公，为他挑了一块好地方安葬，建了个祠堂，好好的供奉。也许是诚心感动了神仙，梦中有神明给他们指路，将孩子接回到承德。最后在众人的鼎力协助之下呢，那孩子最后一飞冲天，在仕途上混的是风生水起。作者最后感叹，
虽然官员的付出不可谓不大，而百姓的回报呢，也着实令人动容。这份浓浓的古风热肠啊，令人感佩。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